持续性刺激来了。上周我才刚说，美国关岛测试标准3反导系统使用的靶弹和我国真实水平有巨大差距，这边给鹰将的新刺激来了。12月15日晚，中科院首次对外公开 MT-22鸣笛宽域飞行器的飞行实验取得成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鸣笛试飞成功背后有哪些重要意义呢？战略打击能力登上顶峰。此次测试引起了各国媒体和军方的强烈关注，美国战区网站更是头版头条报道。从数据上看，鸣笛如果投放战场，布防能力要比俄罗斯前2天发射的帧数导弹恐怖多了。首先讲一下什么叫宽域飞行器。简单来说，飞行器具备从 0.5 马赫到20马赫自由飞行的能力，既能在大气层中飞行，也能进入临近空间，就是距离地面20至100千米的空域，位于常规航空器的升线和航天器最低轨道高度之间，代表了航空与航天之间的过渡区域。也就是说，鸣笛的飞行空间接近了近地卫星的在轨高度，已经接近空天战斗机的概念，所以也有人称鸣笛叫亚轨道轰炸机。这概念其实最早还是源于美国提出的1小时打遍全球战略。最开始美国曾考虑将部分洲际导弹改装为常规弹头，以便实现该计划。但有个问题，洲际导弹一旦升空，全世界其他国家谁能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弹头呢？容易引发误判。比如说前2天俄罗斯发射的帧数导弹，导弹一升空，美国战略反导预警雷达就发现了，亏的是提前通知啊，否则常规打击变成核战争，这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但咱们的鸣笛飞行器不一样，我们的战略突防能力异常强悍，全流程始终不用飞出大气层。鸣笛的起飞重量大约为4吨左右，最高速度达到7马赫，航程更是在8000公里以上。更恐怖的是，鸣笛据说还能在高速条件下实现6G 过载的稳定盘旋动作。简单来说，鸣笛不但飞得远、飞得快，还具备高速下的机动能力。7马赫的速度足以让鸣笛穿透现有任何防空网络，高达8000公里的射程更是让我们拥有了1小时内打遍全球的能力。当然，这个背后是科研人员的巨大付出。目前，世界各国研究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几乎都将超燃冲压发动机作为动力，这种发动机也被公认为最适合高超音速飞行的动力配置。但这个超燃冲压发动机有几个毛病，首先必须要超音速下才能工作，并且最好要超过2马赫左右，这时候工作效率才最高，因此无法零速度启动。另一个是从燃烧室内的气流从亚音速转到超音速时，工作状态会非常不稳定，导致动力喘振，甚至可能会熄火。从这次视频对外披露看，鸣笛是由四川腾顿出品的双尾蝎无人机挂载的，这款飞行器最大航速才280公里每小时，连声速的1/4都到不了。也就是说，鸣笛几乎是从不到 0.2 马赫一口气加速到7马赫，并且能够持续飞行8000公里，这可就不是光有超燃冲压发动机就能做到。根据美国战区网站的分析，视频披露出试验的鸣笛飞行器尾部跟2022年航展展出的模型不同，从单一喷口变为了3个尾喷口，很有可能采用了双模冲压发动机。这也恰好和去年5月3号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公众号发布的一篇吸气式组合动力的文章相吻合。文章的意思大致是说呢，我国的 TBCC 双模超燃冲压发动机研发成功，并于年内试飞。鸣笛系列搭载双模超燃冲压发动机成功试飞，意义非凡，不仅让我们的高超音速武器站上了人类顶峰，而且也给我们第6代战斗机上搭载可变循环发动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美国目前经历了此前的 X-43 和 X-51 2款吸气式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失败后，目前开始转向研发技术难度更低的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助推的利爪 A 型飞行器，并且在今年3月完成了首次试飞。但它这个问题在于首款型号几乎不能重复利用，并且巨大的燃料火箭消耗燃料速度惊人啊，不管是航程和最大速度、维持时间都不可能和鸣笛做比较，毕竟它自己带氧化剂，飞机就这么点儿，能有多少燃料储备呢？鸣笛试验的成功也将我国和世界高超音速武器装备拉开了代际差距，从而为我国的国防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